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在加拿大的几何住宅有一套十分完善的管理机制，这样的优点就是可以妥善的照顾房子，维护住户的权益以及公众的安全。缺点呢，就是一旦遇到要维修或是要装修，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尤其是在公寓的装修，要注意的事情还真不少，一个不小心就会吃上罚单。今天我们就借着一件公寓装修的案子，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公寓装修要如何准备，怎么进行，以及要注意些什么。喜欢房屋装修或是加拿大生活相关主题的朋友，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影片哦。小李哥在这里就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咯。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虽然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管理规则，但是大多数都会依照一个固定的管理逻辑。我们比较简单的说，就是所有的规则都是为了保障社区所有住户的权益和大楼的公共安全。比如说大楼的外观以及景观的设计，如果因为年久失修造成房价下跌了，住户的权益就会受损。所以所有的单位在室外的门和室外的窗以外的区域都是由 Strata 统一管理的。您在阳台上要放什么 ，Strata 都有权管理。有一些的大楼还会统一的规定窗帘、百叶窗的颜色以及样式，不可以按照住户的意识随意的更换。还有一些关于结构安全的工程，比如像是隔间、拆墙，这种工程 Strata 大多都不会许可。如果要动到水路以及电路，也都要提供专业的 license 以及保险。其他包括装修公司的资质、施工材料的品质标准、施工的时间、电梯的使用、环境的卫生等等的施工规范。每一个公寓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管理规章，如果不小心违反了，轻则吃上一笔不小的罚单，重则会被要求强制停工。所以呢，在你计划施工之前，一定要弄清楚相关的规则。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当然就是直接写一封 email 给公寓的 Strata Manager， 告诉他您计划要做哪些项目，询问他要如何的申请许可，以及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在施工规定的这个方面， Strata 也许会请你去参考 Strata Policy， 这一份文件您通常会在交房入住的时候收到，你应该查一下交房的原始资料就可以找到了。当然，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了，或者您不是第一手的屋主，你也可以直接向 Strata 申请再要一份。弄清楚规则当然可以避免违规。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真的不小心违规了，也该弄清楚到底是谁该负起相关的责任。所以这一份文件不仅您要有，未来也一定要交给您委托的装修公司哦。在弄清楚公寓的规定之后，您就可以开始找装修公司了。您要找的装修公司一定要能符合 Strata Policy 的要求，大多数呢至少要符合3项的条件，就是要有政府核发的施工执照、WCB 工伤保险以及施工的意外责任险。一般具备有这些资格的装修公司都应该十分熟悉装修许可的申请流程。在您和装修公司敲定施工项目之后，就可以开始着手申请许可了。如果您计划要做到浴室、厨房，或是改变室内的隔间，就要先请装修公司帮您向市政府申请各项的 permit。市政府申请通过了，您才能向 Strata 申请许可。如果您只是要换马桶啊、水龙头啊，或是做木地板这类的小型工程，就不必通过市政府，直接向大楼的 Strata 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您只需要做油漆，那么恭喜您，在大多数的公寓中是不必申请的。向大楼的 Strata 申请装修许可，是一定要由屋主本人亲自的填表签名，装修公司提供资料材料的样本
再由屋主的身份提交给 Strada。 当然办法都是人想的，一般的装修公司当然会协助屋主帮忙处理好相关的文件以及申请的内容，屋主呢只要负责递交就可以了。一般递交上去2周以内就可以收到许可。施工当然都一定要仔细小心啦，一般的施工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就不细说了。但在公寓施工，对施工队要求的水平一定要比独立屋的案件高出许多。这里小李哥就简单的提几点给大家参考。施工时免不了需要搬运工具以及材料，大多数的公寓都会规定，在搬运大型物件之前要先预约电梯。一般只要长度超过4尺，就算是大型物件。预约电梯可能还要缴点保证金。Strada 会帮您做好电梯保护，在电梯保护好之后，你才能开始搬东西。当然，除了装修，您在搬家的时候也需要预约电梯哦。公寓进出搬工具材料一定要小心，不要弄脏地面，不要磨到墙。电梯呢，也不要占用太久。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推车，少量的进电梯，多走几次，慢慢搬。会掉粉尘的东西以及垃圾，一定要先包装好，也尽量不要在上下班高峰的时间搬东西。大楼的进出就是靠电梯，想想如果您在急着出门的时候，还有人占用了其中的一台电梯，你心中能不万马奔腾吗？另外，如果材料比较长、比较高，一定要小心天花板上的消防洒水头，如果不小心撞破了，这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小李哥在公寓装修的项目上，都会多用一点人，多花点时间来搬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大楼允许的施工时间都会列在 Strada Policy 里面。您特别要注意的是假日的施工时间，长周末到底算不算假日？圣诞节到新年这之间算不算假日？这在加拿大都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些都是要提早问清楚的。还有些大楼规定的比较细，不同的施工项目还会有不同的时间限制哦。这里所说到的环境，主要是指公共空间的环境。施工队在进出单位或是搬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把工地的粉尘带出来，弄脏公共区域。有些的大楼会要求施工队要每日清洁，有些大楼会要求要先做好地面保护。当然，也有些公寓本来就有请固定的清洁人员，一般粉尘清洁人员就直接会清洁掉，不会特别要求施工队。这些规定除了要先查 Strada Policy， 最好呢还要主动的问清楚哦。另外，阳台的空间可不可以拿来施工，可不可以拿来堆放工具以及材料，这一点在每个公寓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也一定要了解清楚哦。公寓最怕漏水，一旦发生漏水，水会向下流动，会造成下方许多单位的损失。所以只要是浴室或是厨房相关的工作，哪怕只是要修马桶、换水龙头，都要找有执照、经验好的水工来做。除了有执照，师傅的技术和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公寓除了一般的进水以及排水的管线之外，还有消防系统的水路。所以除了水管的工程，如果你要拆墙壁，或是挂柜子，或是在墙上打孔，都也一定要特别小心。在公寓的项目当中，如果不是一定必要，千万不要考虑拆除地面上的瓷砖。刮除地面上的瓷砖会产生地面的持续震动，这个我们往大的说，这些震动会造成水泥下方的管线破裂，或是直接打破水管。在您单位下方的天花板，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震动而产生一些裂痕。我们往小的说，打地砖这种深入骨髓的震动声，周围的邻居恐怕都没办法好好生活。这种扰人又危险的项目，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另外，安装木地板也是同样的道理，除了要避免在地上打钉穿孔，也最好要尽可能的减少敲打地面。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公寓重新装修都会选择使用强化地板。强化地板的施工快，敲打比较少，
地板本身和楼板的水泥地面没有硬连接，这样可以减少施工时的风险以及对邻居的打扰。对屋主而言，公寓装修如果要顺利，最核心的重点当然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虽然大楼已经定下了标准，能符合公寓施工要求的装修公司当然都会有一定的水平，但是华人做生意的文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借牌卖执照作假的情况也都时常发生。屋主最好的对策就是要签订好合约，并且核对公司所提供的资料是否一致，避免被骗，以及避免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求偿无门。当然，对装修公司来说，要能符合公寓施工的标准，也会增加不少的经营成本。加上公寓施工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施工的成本也会比较高，所以相同的项目只要拿到公寓来做，费用也会增加不少。在您估价的阶段，一定要多比一比，也要多问一问，考虑周全的装修计划，经验丰富的施工团队，合法负责的装修公司，这些条件可能远比价格还来得重要。另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得书面通知您的保险公司，取得装修的注记。如果您在装修的期间不住在房子里，还要购买装修的保险。虽然施工方会有意外责任险，但那只是保障和工程相关的意外，如果发生了其他的问题，就没有保障。小李哥曾经遇到一个客户，装修做到一半，大楼的主管道漏水了，和进行中的装修工程并没有关系，总损失又没有达到大楼保险的 deductible， 屋主自己又没有买房屋保险，这样所有的损失他就只能自己买单了。做好事前的准备，找好装修公司，是做好公寓装修的最重要的2大重点。希望这一集的影片可以对您有帮助。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